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风骚好文。那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最近蛮多人喜欢的新题目哈，就是谁已经为你着迷，谁已经开始为你着迷。好，那这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第一张是权杖一，权杖一。好，第二张是金币一。好，第三张是圣杯一。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了哈，只要你目光很难离开的那一张就是共振最强，你可以就选它听下面的故事哈。那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今天的牌啊。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已经为你着迷哈？谁已经为你着迷？那我们先选5张牌来看一下最基础的能量是什么样子哈。来，我们先对一下位置哈。好，好，目前看起来，他算是你工作环境里面刚加入的新人啦。那他现在处于一种比较隐蔽保守的状态，躲在你附近，你不容易发现哦，你不容易发现哦。那首先你对他，我觉得也不算熟悉啦，也不算熟悉哈。其实你们两个的目光跟焦点都，在自己的范围里，在自己的范围里，没有什么太直接的交集哈。那两个人，但是，应该说他一直在偷偷的看你，观察你啦，偷偷的看你就是了。好，那他喜欢你的一种跟大家的关系，通常他喜欢的性质是你蛮从容的，也蛮忍受其他人对你的方式。他更喜欢你化解或是面对的那种，就是他看你跟大家相处或什么的时候，还有一种热情不减的概念啦。哦，你还是维持跟大家蛮好的相处模式，不会去破坏，不会去造成一些新的纷争。基本上算是保持在一种最原则、最原始的状态与大家相处，其实也是不加不减分啦，也没加也没减，但是至少维持着一种不退步的状况哈。他喜欢这样，因为以这边来说，他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做不到你这么好，在性格上、做人处事上的逻辑，你们算是雷同的，只是你的方式可能对他来讲在更进阶。在这方面，他喜欢你多少有掺一点崇拜的性质，所以我不得不说，他对你着迷，但他也有可能是你的小小粉丝。好，但是我们今天要捕捉的通常都不会只是停在粉丝啦，因为它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情愫，是会趋近于推推动于他去跟你表达那一种爱情上的喜欢，一定要有，不然我不想我的意念不会去捕捉那个啦，因为我要去捕捉那种只是粉丝，那就是太多了，满街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啦，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来去捕捉了。但现在捕捉这个
他一定是这些喜欢你的人，或者对你有好感的人，他的感觉最强烈。他不会只处于在某种好感里，他一定是好感中有复杂的情绪，有悸动的情绪，有激动的情绪，他会有这些东西，然后所以他才会被凸显出来，在这里牌面上他会被凸显出来，他一定是一个能量特别超越其他人的。好，那不过必须老实说，他要跟你表白，表达他喜欢你的这一个距离算远。他跟你刻意保持距离，也有一个原因是你对他来讲还是属于能量较强的那一方，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你或是对你崇拜之类的而觉得你有点高高在上，觉得距离没有，是你自己这里的能量场跟你的性格各方面好像有一种攻不破的感觉，有一个防护罩，有一个城墙，不是说你拒人于千里之外，或是把大家都挡在外面跟大家隔离，不是，而是你有一种强势的感觉，强烈的气场，强烈的气质能量场，让刚好他突破不了。刚好是他突破不了，再加上他本身用了一种比较保守的心态，或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或是他做事比较求安全感，比较保守，所以他对于这样子的，其实算是两道墙，他找不到方法突破，所以他现在就只能偷偷的看，偷偷的欣赏，偷偷的观察。那你说他有爱情的能量要会去吗？会去跟你告白吗？有，他还是有。因为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有全新的火能量出来，重新燃起了，但是现在还不强。哦，燃起了什么？照亮了什么？照亮了他跟你的想象世界。就是说，他想象，坦白说，就是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里就你跟他最重要，你跟他的关系最重要。他的想象力是这样了，他会因为你的出现会常常忽视其他人，那个是因为他的新的火焰燃起来，然后新的照明了一个全新的区块，那个区块只容得下你跟他的存在，不是说那个容量只容得下你跟他了，是他觉得那个区域被照亮的区域再大，都只会看到你跟他的存在，所以他有明确的感觉到你跟他的关系是有联动的，而且是应该有联动的，只是他原本的性格跟你这边产生出来的气场，似乎挡了两道墙，他也不知所措了。所以他虽然唯一能做的就是偷偷看你，然后观察你这样子，偷偷喜欢你了。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呢。其实这一个牌哦，就刚前面讲了，它除了有一个新的火焰照亮它，它其实内在他对你的喜欢确实是爱情的能量非常重的啦。我觉得这爱情能量真的蛮重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真的有一个热烈的爱情，还是他有时候有点搞混，他喜欢一个人是粉丝的心态，真的喜欢他有点搞不清楚。可是他内在的好是，他内在有一个很丰沛的爱情能量，而且是很新的爱情能量，很丰沛的爱情能量，好像没什么杂质，可是又好像没有使用过，所以很纯净，没有太多的挫折感的那种水能量在他心底。我想这也是因为这方面可能他不熟悉啦，所以他才拖住，他只能在这旁边偷偷观察你。只能说，我希望他不要一直停在一种粉丝的状态里去看你，他必须要再多走进一步，再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创造一些机会。他应该要主动去跟你互动，不是为了给他创造机会。我不是往这趋向讲，我是觉得去表达对他的身心灵来说，才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经验，会健康的诠释。他也许跟你接近了，跟你互动，他才发现你的别的那一面，他才发现了跟你相处的方式，他也发现了其实没那么难，然后他其实也能好好展现他自己。其实是这样，所以他可以去表达，不用去特别直接去告白，可以去表达一些好感嘛。那你这边可能遇到他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很自然。我相信大家经常都不会立刻拒绝别人，不会立刻给别人脸色看，大家都还是会试着相处，试着理解对方啊，对不对？我觉得他需要
试着做看看，试着去那一步，不然他内在那个水能量，对我来说是可惜啊。好，好，先来，一样，他如果，我觉得他这一张牌出来的时候，他更难。我觉得他其实很难去跟你表达，他现在连情感部分都锁住了。他经验上、对你的想法上、对于他本身做事情的性格上，本身处于保守。那对爱情上，他也有一种似乎，就算我刚刚讲的建议跟他讲了，我觉得他也不太听得到。他有一点点，我觉得他没有很熟悉听到不同想法的时候该用什么样子的感觉。长久以来，所以他变成不太习惯去听到别人跟他不一样的想法，或是给他建议，所以他失去了很多把别人的好意见讲给他，然后立刻学习、立刻开窍的时机。我没有说他人不好，我只是觉得他的性格上跟他的习惯上需要一些小修正。也因此我觉得他不太容易打开心房，所以他才会躲在旁边这样。那我不知道他的自卑在哪里了，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他其实内在有一个丰沛的 pure 的好能量，他没有使用，他没有展现。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话，他可能能够展现很好的那一面啦，甚至他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其实他这边有开始有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坚持的价值观，也许也可以好到去影响别人，告诉别人，别人也能跟他学习，并不是说他坚持或是固执己见就是坏的。也许他真的觉得那个是好的，只是他没有展现出来，没有分享出去，我觉得挺可惜的。那这边魔术师牌告诉我要告诉他，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听得到，我们只能相信说整个意识的流动，也许他有一天会开窍。其实他想要告诉他说，只要他愿意去出发去表达，基本上成功率还蛮高的。从这件事映射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其实他应该是本质不错、能量不错的人，但是他卡在了自己那一关。他其实能量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他如果还需要更大的修正，有很多缺陷，有些暗物质阻止他的话，我觉得魔术师牌不会出现在一个他比较能显化自己情感目标的那个位置。但现在告诉你说，魔术师牌他告诉你说，你可以显化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而且不难尤其是感情的、情感上的。那这个显化的意思说，他其实可以去认真表达，他会得到他想要的好的回应、好的关系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卡住了他卡住了。目前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啦。我只能说，今天帮你捕捉到的这个人在你身边，他现在可能就只能停滞在这个状态里，跟你的关系保持就这样。我不觉得你能想到是谁。因为我觉得他封锁了他的这个讯号，封锁在他的世界里蛮强烈的。然后你跟他其实各有一道墙，所以算是有2道墙。所以你就算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去想了，我觉得你也想不到，因为你们能量其实没有连接起来，只有他单方面的发现你而已那其实这边很多话都是在跟他说啦，可是他不会来看，所以就，但是我突然有一个讯号是，也许选1号牌的朋友，你就是这个角色，你就是现在正在偷偷暗恋谁的人，那我就把这个方向当作告诉你们权杖侍者出来了，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有些东西要用很 pure 的、纯净的思维去让自己去行动，不要想到后面的很多可能会发生让自己难受的状况。如果你有在乎对方的感受，好好的去表达，这就成功了。你的感受应该放在后面，因为你的目标是对方。
你要展现出你的好的那一面，让对方感觉到欢喜欣喜，而不是给对方造成负担的方式出现的时候，通常好的回应都会出现。那权杖侍者就是要告诉你一种很 pure，要有很小时候对世界的热情、好奇心的那一种能量去。小时候没有太怕失败，我们小时候比较太怕一种长辈的严厉的指责，因为那个很具体。可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失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太在乎，因为我们就马上有下一个快乐会出现。他现在需要的是这个，你需要的是这种小时候的 pure 的状态去表达。你只要表达，而且是不会伤害人的，而且是不会带给困扰的，而且是怀抱着很强大的你对对方的重视跟欣赏。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会立刻给你脸色看啦，大家都会很欣喜的接受有其他人在喜欢这样。如果你是这个角色的话，其实你可以试着做看看，找对时机。如果你真的很怕做错事的话，你就看到对方很开心的时机的时候再去表达，这个成功率会再好一点。毕竟从很开心到不开心的位置可能很难，但是如果你看到对方不开心的，然后你还跑去要去增加一个新的困扰，让他有一个新的复杂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不会说不成功。我所谓的成功是成功的得到对方好的回应。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几率可能就偏低了，因为那个对方处于低潮情绪的时候，他的情绪方面其实复杂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回应，所以他会回应的不是很好。那开心的时候，无论怎么乱做，他心情都是处于比较乐观开心的，他就比较能够回应出不会伤害到你的啦。毕竟如果去表达的时刻，确实表达的人会处于一种比较脆弱的位置。我不是说全部，就大部分的机会上都会比较脆弱的位置，所以找一个气氛啊、天气啊什么都比较好的时候再去表达你的喜欢。那这一个表达对于你来说，身心灵上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因为这种经验，开朗的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很重要哦，很重要。好，好，这是这里。好，那我再往下翻。它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建议哦。而且牌面上是希望你理解这件事还蛮重要的，而且它不是一个命令口气，它是有一点建议你可以去试看看。好，建议不要忘记有魔术师牌在前面，他告诉你显化那一个，我不是说显化出他最后跟你在一起，我的意思说显化那一个好的回应，成功率蛮高的，所以不要害怕哦。好，这边讲的是说，因为现在整个流动的讯号比较像是在鼓励他或鼓励你哦。如果你是他的这个角色，或是我们是看的，我们在看这个角色无所谓。这边的角度其实比较在讲说，我们回到我们是在看谁在偷偷谁在对我们着迷啦。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说，他是觉得目前这个距离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保守的，但是是理智的。是在慢慢燃烧的，也可以不用很着急。其实它跟上面是有一点冲突的。上面是鼓励说可以试看看，可是下面又说有没有事，其实真的也还好。对于这份关系来说，不会有太大的破坏，而且维持现状的概念也不错。然后权杖皇后再告诉你说，有些好的东西，你们关系上有一些善良的气场也在慢慢的建立。我觉得他可能在讲说，你们会遇见沟通，或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表达你喜欢他的那个时刻，也在慢慢的在塑造出来，也在慢慢的能量也在形成中，也可以不急，但急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其实在讲说，现在的你们的关系跟这个环境里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错，你要是跟不是都可以，你不是也能等到一个好的时机，其实是这样子，就看你自己急不急啦，就看你自己什么心急这样。那这边其实也说，其实现在保持你们两个都是独立的，没有打破这个关系的话，牌面是比较偏向于觉得现在这样子比较好，
比你去表达或告白，比他来跟你表达或告白来说好一些。有点像是说你现在不适合我们那个角色有点错乱了。我在这边再讲一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我们发现了有个人正在偷偷喜欢我们哈，所以我们现在是被喜欢的那个人哈。我们已经不讲如果你是那一个偷偷喜欢哪一个人的角色，没有，我们现在在讲谁在偷偷喜欢你哈。那你现在被偷偷喜欢了，他在告诉你说，其实他不告白也蛮好的啦。你们两个现在的独立的状态也蛮好的，好像说你们现在不被爱情打扰也不错，因为你们自我的发展或什么，好像也有蛮多的收获，也蛮能够顺畅自如的，也能自由自在的，而且也蛮稳定的，没有一定要去被另一个人表达爱情之后来改变了你的生活状态。他的意思说也没什么不好。好，但是能量上又有一个讯号在鼓励那一个人偷偷喜欢你，也是可以来表达的。好，也没有破坏什么。简单来说啦，无论你在这一题是哪个角色，现在什么都不做，跟你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就只看那一个暗恋的人，他心态上急不急啦？他不是很急不急的想要知道结果。好，那如果他一直不表达，你们这个关系一直没有进展，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他说表达之后，当然是有新的东西、新的关系，好的、正面的会出来，但是那个东西并不影响你跟你现在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有或没有都还好。也就是说，其实我把它总结来说，其实你跟他现在的关系能量要不要突破成恋人，其实现在不算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但是也不坏，差不多是这样哈。所以以你的心态，我就觉得没关系啊，你也不要太过期待。时间到了，能量到了，它会自然的。这个我等一下，我翻了时候再说哈。好，我从造句哈，不管对方有没有告白，或者维持现在那个状况，跟你保持距离，好，不会影响太多，因为你们两个现在的能量的完整度要到达两个人适合在一起的关系，其实是能量是不足的，是贫瘠的，还不到那个时机。就算现在告白了，或是现在他跟你表达了，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只是多了这一个讯息而已。它不会增加你对他的任何新感觉，也没有关系上的进步，只是会变成是我知道了，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上下下。然后对方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感觉，他只是有点实践了，或者表达了他的喜欢。那他自己内在的一些新的经验的成长，他会有。前面讲是他有，但是我们今天以我们是观看这个牌的角度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吗？他要讲的是这个，主要还是你跟他的爱情连接的这个能量还算处在贫瘠的状态，不够丰厚到被推动任何人要去建立这个关系，就这样。好，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上的连接哈，这个部分是要看说为何我们身边这么多人，为何要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又发现他也不会告白，也不会什么，他就只是处于暗恋的状态，为何要只是这样子？好，我们来帮你看一下，他到底要说原因是什么哈，或是他有自己的这样这一组他是有自己的概念啊，能量还是有什么目标哈？看一下。看一下，钱币到7了哈。那这边说，其实好像有一个某个时间点啦，好像有个机会，或是有个需要你们两个接近，但好像没有说要你们两个更进一步，或是更熟悉。现在只有一个时间段是让你们两个接近，因为好像
还不确定你们两个如果比较近了，认识了，有人表达对彼此喜欢，说后面的好坏好像还属于一种未知的状态。好像还摸不着头绪，但最多就只能觉得这个时机让你们两个靠近，只能先到这样子，只能先到这样子。这也不是说他来的时候在你这个环境，我刚才说他是一个新的嘛，没有来这边工作很久的，他是一个刚进来的，他看到你对你的喜欢或什么，那个都是新的，但仅此于现在这个距离，所以才说前面有这么多阻挡，你跟他都有，反正就是为什么要阻挡起来，主要还是因为能量觉得好像也不知道有什么，那不如先不要去往下做，去往下做。好，但是权杖侍者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在偷偷的在讲一件事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能量的讯号是在讲说，因为不知道，所以不如我们去试看看，也许会有意外惊喜，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跟你说，他这一个侍者能量没有特别强，没有特别强，就真的是一个很些微的讯号，觉得要不要试看看去表达。好，所以他现在一直按兵不动，没有表达就偷偷权，可就是现在能量就只能维持在这里了。他的不安也跟宇宙的不安是一样的，他的对于未知的不想去挑战，跟他现在所选择保守的偷看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能量，你们连接的能量还算贫瘠，他没有饱和到有人被推动说我现在就是要什么迫不及待，不讲我很难受，他没有这个能量。那我现在讲，就算你们有人告白了，然后关系近了，可是会立刻停滞，就跟我刚前面讲的，它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两张牌也在讲，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而会处在一种更理智，然后会有心里会有一些问题是，会出现蛮多问号的。你这边会出现蛮多问号，就是所以接下来要什么？会拖很多这个，然后找不到答案，所以就停止了。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个表达能量太贫瘠了啦，还不够到你能感受到什么爱情的关联，所以他如果不到那个的时候再表达，整个能量不成熟的时候，你很难激起一个全新的什么，好像被人喜欢、被人爱，然后好像要做出一个恋爱的回应这样。就算现在今天就去跟你表达，你还是会有一种处在一种茫然，然后又想要强力的去理解现在这是什么，然后强力的去用理智来告诉自己说，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回应？其实基本上，他如果现在就跟你告白，你会产生一个蛮大的困扰。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组牌哈，主要还是因为能量还没到啦。没到，所以如果你期待觉得还不如赶快现在跟我告白，我觉得还不是会有点小可惜，因为他可能后面能量好的时候再跟你告白，整个结果或者你的感受都会比较好。好，那我看一下这3，现在这个时机真的不好，这里也讲了一次，就是不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走走看，也就是说他跟你的关系现在维持这状况，还需要再走一些时间，才会有一些好的变化。就跟我们讲，能量才有一些好的形成。好有点小可惜，好不容易已经找到这个人在附近了，可是现在的状态各方面有很多的阻止，你的阻止，他的阻止，宇宙的不确定在阻止，就是现在先只能停滞在这里。好，我再来翻翻其他的牌讯号，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应该看到没看到的哈。看一下哈。好，他这边说，其实啦，他可能出现在你的工作环境或什么环境附近，他会出现在你附近，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能量呈现了。他原本是不会出现在这里，但他现在出现了，我觉得他这个趋势蛮好的。趋势是说，好像宇宙能量或者他自己的能量有一种渴望，引导他到了你的环境里，就他看到你了，我觉得他能量就用完了。好，他一个
到达的一个兴奋感，然后到达的时候又有一个收获是看到你，所以他甚至有，因为他要来到你的工作环境或这一区，他之前有做了一个决定，那现在只能证明说他做那个决定是对的，以爱情上、恋爱上是对的，因为他会看到你这方面，当然都是对的，然后他会有一种全新的体悟。生活上你的做法，或是因为你的出现，对他来讲，他生活会有一些改变，他的想法有一些改变，然后他确实也有一个新的生命力起来。他可能之前比较劳累，比较转换跑道，也有可能他想逃离什么的，然后到了这里一个新的，对他来讲是新的。那来的时候，他确实遇到你的时候，除了自己有一个新的生命力，他自己也有一个新的自己跑出来。那个新的自己比较像是说，为了适应你现在这个环境，有了新的自己，但是你的出现让他有一个暖意。那个暖意是他之前没有的，所以他知道他可以拥有新的自己去挑战这个新的环境。那一个新有很多新东西在这一题里，可是都是他。在他遇到你的前后，他已经有一种崭新的想法出现了。只是你们两个要认识、要表达都没有，路都还不通，都先锁着了。而且如果他硬是要往前跟你表达或什么，只会徒增非常多的烦恼。路径上现在还在一个烦恼区。就是能量，或是他都还没有很清楚的思维。要清楚什么？第一，确定他自己没有好好确定说时机对不对，他也没有好好确定说自己能力够不够，他也没有好好确定说要怎么跟你表达才不会有种打扰你的状态。而你这个位置就是，我觉得你的位置其实都蛮脱离这张牌所给的内容了。也就是说，你有点事不关己。为什么有点事不关己？因为你那边没有什么困扰，没有什么麻烦，对于它的存在、它的出现，其实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边都有一种你可以置身事外的感觉。所有的困扰都在于他那边的有一些小小的挣扎跟悸动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他现在只能躲在心里。可是因为他的个性跟对爱情价值观来说，他现在也觉得先收起来不表达，对他来讲是比较舒服、安全的。所以整个牌只能说，连牌面都说不知道，如果他跟你表白或是秒试的交往，后面会发生什么。所以连牌都用一种保守的方式，觉得先这样就好。这句话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次了，就先这样就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可能性，要再等一下才会知道。好，那选择1号牌的朋友很可惜哦，你有点小可惜啦，就是他出现，可是会没有什么动作，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时间上还不足，能量上还觉得不足，不要弄巧成拙就对了。现在主意就是说，先保守的处理就好了。那以我们看，以你的角度看，我觉得你可以开心一下。原来你有人这么喜欢你了。如果你看了很多牌之后，常常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就要开心一下。他有人喜欢你的感觉，其实在讲的不是桃花这件事。其实我希望你们回来一件事，讲的是说，原来我们蛮好的。原来我们不是没人在偷偷喜欢的，或是没人爱的，不是那种只是家人朋友的爱，而是一个陌生人看到我们，发现我们的好，而偷偷的爱着我们这种。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跟珍贵，好吗？好，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蛮长的，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已经为你着迷谁已经为你着迷？那一样我们一样。选其中抽5张牌来看一下最基本的能量的结构能量的结构。好，慢慢抽来。好，我们先对一个位置。好，就这样，先这样来，谁在为你着迷我跟你说，你们似乎已经到了某种需要表白的分界点了，就是这个分水岭快到了似乎他那边的那个爱情能量似乎要到了需要，除了是要溢出来之外，还有一个要宣泄的情况了。因为那边的水能量正在对他做一个自问自答的状况。他的水能量在问他说：“为什么你还不主动？”你对他的，就说他对你的啦，
就是说，以他角度，就他那个质问到，就是说，你对他的喜欢已经到了可以表白的地步了，为什么你还不行动？你在怕什么？你可以去啦，很多事情都不错啦，那个能量也是好的啊，你自己也是好的啊。你在害怕什么？你在害怕自己的伤口会再被打开吗？你在害怕以前的事情会再重演吗？你害怕的东西是否都太着重于情感面？应该要再理智一点，要在火能量冲撞一点，要在土能量平静一点，接受这些事情，从容不迫的去啊。他心里我觉得他现在心里有蛮多这样子的问题疑问，就在他最近的，因为他那个能量已经到了那个，我刚说已经到了那个分水岭，到了那个分歧点。为什么说到那个分歧点？因为他现在的内心有点在打仗，去不去，去不去，各持了很大的意见。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内心的某种恐惧没有被化解。这恐惧目前看不出来是大概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之前的事情，然后他花了长时间的时间来包装自己没有这份恐惧，或是这个伤口，他把它掩盖起来，好一阵子了哈。那因为他喜欢你，他遇到你哈，那个能量蛮强的，有一点点把他拉回来，比较人性的那一面，就是你没有必要压下来，你也没必要躲藏起来，你该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拿出来了。他的内心在挣扎这件事情呢、他的内心，我觉得他的心灵方面其实应该已经痊愈了，但是那个害怕有点挥之不去哈，可能之前的某种爱情上的挫折，有点成为他的某种阴影了，成为他某种阴影，他过不去。不过这4张牌就已经有解放了。我们刚刚讲的是他自己个人的啦，但是这4张牌其实有讲到说他的朋友。他现在所在的这个舒适圈，有人会看不过去，会扶持他，会拉着他，会支持他，或是他会忍不住去找他的朋友讲，他的共同圈讲，那会有一种很被动的方式被问出来了，就有点像是他身上的那些水能量在问他说为什么还不去？那这个水能量所散发的讯息会跑到他的最内圈的朋友圈啦，然后这个讯号他的朋友圈会接到，然后他的朋友圈会问他说，应该会这样子问他了，就是也是问说你为什么不主动？其实情况还不错啊，你干嘛对自己没自信？这种用朋友的角度去问他的这样，那也因为他现在所在的这一个位置啦，分水岭这一个讯号非常强，那他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往前持续运走的火车。或是其实持续运走的输送带慢一点的机场的输送带，它现在所处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定下来没有再迁建输送，所以它有一点点被其他能量所迫使，他必须做了这一个决定，做了要跟你表白的决定，这样。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了，所以他这一份着迷已经快要进到下一阶了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哈，我想。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老实说，这个分水岭并不是只是跨越了到了下一个要跟你表白的这个部分，他有可能在这个分水岭放弃，因为毕竟这个是分起点，然后去。那他放弃之后呢，不代表他之后不会再对你有感觉，或者他不再对我表达，而是他这个放弃是放弃了这一刻的表达的选择，他选择了放弃，可是。他会在等待下一个时机，只是说他这个放弃，如果放下来之后，离下一次的表达更靠近你的话，可能要再更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他在这一段时间，他会跟你保持转换成一种朋友的状态，转换成他原本这个朋友的状态。所以他这一个教宗牌所代表的，他不一定是说只是依赖了他的朋友，有一个比较遥远的力量，有一个其他介入的力量来去告诉他，去迫使他，或者推动他去跟你告白，他有一个程度是，那他这个分水岭的时候，他做的另外一条决定是，他只是回归到了朋友圈的关系，跟你来，不过他最内心啦，最内心的能量其实是在说，去就去吧，就去吧。可是这个不是他有意识的，而是他内心为何挣扎。因为内心其实有大部分的能量是在驱使他去就去吧，去告白吧，去表白吧。而且那个力量真的蛮大的。这个
跟这个两个搭配它已经不只是那种慢速输送到的了，它已经有点加速的电扶梯了。但它还没有到电梯那么急速了，也没有到是火车那么急速或者开车那么急速，它就只是一种安稳的输送的加速而已。因为它这个里面它的那个时间感很重，它所谓的时间感就是有点滴答滴答滴答的时间感很重，也不是说它有多快速，而是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让人急躁，让它急躁。是这样子，所以它现在处在一个蛮浮动的状态。我必须偷偷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你身边的人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这一个人看你的眼神已经变了，有害羞，有紧张，有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要认真发现的是可以发现的。那他在你最内圈的朋友圈的再外一圈一点。我没有觉得他特别近了。我没有觉得他跟你的熟悉度有那种知心好友或最内圈朋友的交流。他这一份对你的着迷是在第2层到第3层这个位置而已。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看你的眼神的这一段距离中间隔了好几层，成为他的保护伞，成为他隐藏他着迷对暗恋你对你着迷的这一层一层一层的迷彩啦。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最内圈，没有很近，因为他跟你的互动频率不高，或是说不深入不高。来，再往下看。这上面讲的蛮多他的恐惧的啦。第一他其实慢慢的接近你了，他其实也慢慢的找到了可以跟你表白的机会啦。但是他越接近你，他的那种不安跟过往的恐惧越是堆积着他啦。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他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大太重了，想得太复杂了，这样子你没办法对他做出任何影响啦，因为他现在陷入了这一种该不该做、该不该做、要不要做、要不要做这种心理状态。那他脑袋里的那一个复杂的思绪并不茫然，我必须说并不茫然。为什么？因为他很确定他内心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恐惧。那这个割舍的恐惧有创造出非常多可以条列式的理由让他不往前，而这些理由都牵连着他的恐惧，这是他自己知道的。那连不安他也做了另外一种诠释，他的不安是如果我就这样表白告白了，会不会连朋友都做不成？会不会你看他的眼神会不同？这个是他没办法掌握的。他有一种情感上的向往，目前是处于一种迷雾状态，他没办法预测他跟你表白或太靠近你之后的状况，他没办法推测。他主要还有一个方式是，他没办法理解跟你表白之后他自己的状况会什么，他没办法掌握，他连自己的这个部分都有点不太认识，或是说，因为他以前的事情，让他每次在这种情况被拒绝，或是不太情感上的受伤的时候，他确实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变成不同的自己，然后他不太认识，所以他有一点点还在成长完毕的尾端啦，还没完全啦。所以以这个状态来说，其实他我觉得他有双重的理由，让他无法马上就跟你表白。第一，就是他可能有意识到自己还没办法接住他跟你表白之后你的反应，这是一个。第二，他脑袋里有一个雾打开了，那个雾连接到了蛮多旧的感受，挥之不去了。不过简单来说，不讲实话啦，宝剑十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啦，宝剑在契机，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在讲说，他必须这一次，他一定应该必须
经历过这一次认真的想清楚他的恐惧跟不安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无论花多久时间，他只要想清楚之后，这整个事情他会有点觉醒了，他就会过去了。下次再类似一样的恐惧或什么时候，他知道他有经历过一次，而且他还想清楚过。那现在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整理状态，他还没有整理完，他需要时间整理完，所以我才说到了这个分歧点，他为什么会选择放弃？因为他觉得，我觉得他累了，他觉得我需要的不是去想清楚，我需要的先放着，我需要去休息。这件事对我来讲压迫太大了，我需要再去想一下，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他快要想不清楚了，他也意识到他比较接近他要放弃，他有这样觉得哈。那他不想面对他要放弃跟你告白这件事，再离你远一点一阵子，他不想面对这件事，所以他只好选择试的像是我去休息好了，先不要想了，大概是这样哈，有点类似，但是其实结果不一样。只是说如果他有看到牌面上，牌面应该是有在讲说，其实他只要坚持住啦，他只要到他想的差不多清楚的时候去告白就可以了，因为毕竟钱币7在那里嘛，他不一定是一个你准备好的付出什么都没有，它其实还有一种二元性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但可能也有。所以，而且这一个目标是放在这个位置，是放在比较良善、正面的向往跟未来的期待结果的。那它虽然是用了钱币7来讲的时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泡影、虚幻的位置，或是一份耕耘却没有一份收获。虽然也许有这个概念，但它不是一个零值的结果，它还是有。那这边牌子是跟人说，可以不用到那么完善，可以不用到想那么清楚就去做了。好，可以去做。它好像有一个突破点。OK， 好吧，你看，这边才刚刚讲说可以去做的那个可能性哈，宝剑6就是有了。宝剑6希望他理解到的是，其实这路没有很远啦，他是已经在路上很久了啦，已经在路上很久了。这个包袱，这个过去的包袱，那个黑暗面、灰色地带各方面侵蚀他的东西，他已经背很久了啦。哦，终究是要去彼岸的啦。哦，宝剑10在讲的是说，这件事情他熬过之后，他能到达彼岸。可是宝剑6的时候，却告诉我说，他必须要理解这个彼岸，他已经在过去那个彼岸的路上了，再撑一下就到了。其实这些都是共同的。他努力了，他不知道，这里有点像是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到达那一个岸。他虽然看到了岸，可是他有点不安，他不知道自己还离那边多远，所以他有点想放弃，想回头。可是这两个都告诉你说，我们确实是看到那个岸了，那多远不知道，但你要坚持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请他不要想那么多，差不多了就可以去告白、去靠近了。所以他现在这一组2号牌比较像说，这个差的人他真的对你非常着迷啦，只是他现在自己这一关很难看卡住。像这个部分其实跟1号牌有点像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听看1号牌哈。那我是蛮开心的，出现了宝剑6。宝剑6表示说，他跟你表白的时间就只是时间问题。他想不想清楚，其实，在牌面上，我觉得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对他来说虽然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对你们的关系跟他告白的结果或情况没有很重要。好，因为他这个比较处于在一种虚无的，然后他有需要他严正的看待这件事是处于一个虚无的个人自扰状态。好吗？如果他有看，我真的可以直接跟他讲说，去告白吧，结果不错哦。你这个磁场是属于比较善良的，有被支持哈。然后他好像是走过一个森林，他现在处在一个森林啦。他知道他的方向，他看得到那个阳光，他却不相信阳光照进来的那一个光芒，其实是代表外面是炙热的阳光。他现在处在这一种，因为他可能在那个森林里面是起雾的，那个雾啊打散了那个光，所以他感受不到那个热度，但他看得到那个阳光。他现在处在这种，我该不该离开这个森林去面对阳光？因为他不确定，他以为的阳光会在那里啦。哦，但是如果他有看，必须要告诉他说，有啊，外面就是了，外面就是了，而且外面还有很多
他告白之后的收获，收获什么？收获了你的好，收获了他更接近了你，然后你其实能在他面前展现出很多你的自我，很多自由自在是他需要看到的，而且是他能接受，他会更喜欢的。只是他不知道，他出去之后，他跟你告白之后，他可以接受到你这一份很珍贵的礼物。所以在我们看这副牌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跟你啦，我们这样看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需要有点为他担心着急啦。他虽然这么着迷我们，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行动。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我们可以试出一些眼神，让他主动起来，他反而也比较不紧张。可是他，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发现，但是你似乎可以在这附近可以试出一个讯息，类似啦。我没说一定要做，我只打个比方哦，你不要照做哦。我先讲哦，你可以类似就是说，最近好想要谈个恋爱，这类型的小讯息出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结果。我说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招数，看你要不要用，但是你可以用一些类似的。散布出你对于爱情现在的渴望跟期待之类的，这个讯号会影响他，会推动他有些自信，他会觉得他找到了一个破口，找到一个机会，然后有点增加他的自信。好，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是某种契机感啦，某种契机感。那只能说有点可惜，那个金币石已经在他眼前了，他还没有准备去领哦。那3张牌都在讲，他只要比较毫无保留的去跟你表白，你会马上接受到他的那一份好。这里有点讲说，这比较讲说这3张牌像是你给他的那种讯号啦，那个讯号就是这3个啦，就是也可以说是你展现给他的东西，让他更喜欢你啦。也就是说，他如果不这样子踏出那一步，他真的不知道后面他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更好的你，他会看到能影响他、疗愈他的你，你知道吗？而且还有趣的你，还有很内在丰富的你。主要是我们看这牌的朋友，你们自己会在他跟你表白之后，突然展现一个新一层的魅力，跟一种舒适感、自由自在。你反而不会被就约束，或是觉得很尴尬，你反而觉得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快乐感。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牌子有点像，一直有点在劝他就去吧。因为其实他有一个讯号比较像是说，劝他就去吧，告白你，然后你反而疗愈了你，不是他。他只是解决了他的困境，可是反而疗愈了你。你现在还蛮需要这种被不请自来的爱，或是外来的爱来疗愈。其实，在某方面来说，牌子觉得你现在需要这份恋爱的爱来疗愈一下你的生活或什么，而你值得得到这份疗愈啦。好，那而且也在你的朋友圈中有看到，如果他告白之后的你的快乐，你的朋友有在开心，你有得到这份快乐，终于有人跟你告白，或者有人跟你表达喜欢这类型的。我觉得终于好像用的太远了，我觉得不是，就是最近你需要有人跟你告白，或是需要一份恋情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2个的连结状态哈。那这个好了。好。好。好。这2张哈。这个人他其实有一点主动性的在很外圈慢慢靠近你耶。那他是有意识的哦，他不是无意识的，他是看到你或是知道你这个人，他慢慢的进入到比较接近你的部分，因为他很早就对你的喜欢渐渐变成一种着迷，他不是一开始就着迷，渐渐从这种小小的喜欢然后慢慢变成一种着迷，而且他那个着迷的成分啊，内在是你给他某种
想要在一起生活的向往。他脑袋有这个想法，他觉得如果跟你一起生活，有一些小小的甜蜜生活，有一些基本的小细节，一起出去，一起整理家里，一起布置，一起种花草树木，整理花园，或是一起参加什么活动、朋友的聚会。他的想象是这样，他觉得你一定是很好的情人这类型，他对你着迷的是这个点，他不是着迷你什么表现或什么什么东西来突然很吸引他，没有，他看到你的个性或刚刚他就觉得他应该要跟你在一起才对，他大概是这个逻辑哈。那其实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他其实有讲到一点，未来就是如果你们相遇，不是说两相遇啊，就是他如果跟你告白之后，你的世界哦，我们先不管他哦，就讲你的世界其实有一个新的门打开了。我觉得他是因为这一个人的特别，其实他这个人可能跟你有点不太一样，可他这个人跟你告白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特别，而且你们不算不认识，你们算认识，可是他跟你告白之后，你会发现他一个全新的面貌、新的样子，你会从一个比较轻微的熟悉感之后，进入到一个想要跟他更熟、更亲近的感觉，所以对方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人呢，因为你一看就会喜欢，各方面就会觉得很舒适。其实啊，他这一个牌其中还有讲说，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困扰，或是那个想法，是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怕打扰你，他怕自己不够好，没办法表达的很清楚。他怕他现在被困住，没办法展现出他的好，这是他的那一个温柔的那一面。所以他如果跟你告白，跟你表达之后，你会感受到这一面，所以你会反过头想要更，因为你会有心里有一个新的情感上的生命力会出来，所以你反而过来想要更主动性的更加倾向，而不是整个情感上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好，那这都是还好啦，就是说，不过如果你们后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有，你们好像会有朋友圈的重叠，然后可能会重新组织一组你跟他的新的朋友圈，很奇怪哈，好像有点交集啦。然后交集之后，你们自己的朋友也会跟你们两边的朋友本来不太一样，然后会又变成是一个新的一群这样。那你们的聚会会变得比较多，然后也有在更深入认识彼此朋友的机会，有一点点像是翻新的状态了，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群。会有这个状态，虽然其中有一些人是熟，可是就是他会进一个社群，会开拓一个新的社群圈，然后你会自己再开拓新的朋友，这是你们两个交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这个嗯圈子，觉得这个蛮特殊的状况啦。他不用本来就是应该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圈，可是你们两个都会重叠之后创造一个新的，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状况。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在一起了哈，然后彼此的朋友有互相介绍，彼此的朋友有互相交流，所以你们会挖掘出新的参加朋友的活动的内容，好，会有比较再丰富一点，好，所以整个情况会跟你们现在的状况会不一样，这是后来两个人在一起的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部分是，你们可能也会为朋友跟你们彼此的关系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辩论，小小的意见不合，就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们两个人彼此的个性是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应该是契合的。但是你们会比较多的时间花在讨论朋友，而在讨论朋友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这样。这是我现在唯一能看到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一些小问题。好，也是，但是他需要有一个时间来去理解你们彼此想交的朋友不同啦，所以才会说后来你们两个应该是说这种过程达成共识之后，才发现说哦，什么朋友才同时适合你们两个，你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想法还蛮特别的，就自己交自己的朋友就好了嘛。可是很奇怪，这一组可能因为朋友交织了，然后重叠了，情况不同了，这样，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蛮敏感，旁边的朋友跟你们的相处方式跟关系，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那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哈，讲的还蛮快的，帮你看一下别的一些其他的讯号哈。帮你看看有什么，
起这样子。你们相处之后哈，他的部分，他会慢慢显露出我们刚前面说的他心中的不安或什么，那个要你们在一起之后才会浮现出来，他才慢慢告诉你，而且会有点慢，他的速度真的蛮慢的哈。你看到这里已经有战车牌了，他到他要能够让你发现的时候，也用战车牌，这个节奏之慢的。所以呢，我必须说，如果他真的跟你告白的这个人的时候，你发现我这边要讲的是说，无论你跟谁在一起，这边的启示是。别人的内在痛苦的时候，就不要去挖了。你敏感到知道有，你敏感知道对方在隐藏一些，你会看到一些面容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帮他挖，我们就放着。以今天这组牌来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挖到一些或是我们会问到一些连我们自己都接不出的不安。可能不安的复杂度很多，就是有可能会接到。你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大，这就是其中一种。然后第二，你没想到的事情那么大，你根本也不理解，也有可能这个。所以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或是你跟其他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感受到对方的内在有一个比较不想说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去了，你让他自己浮出来。虽然时间有点久，但是自己浮出来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好，主要还是这个人，你跟他，我相信他那个内在的东西。我们刚刚前面这么多的内容都在讲这件事情，表示那件事情他自己想忘记，他自己不想回想。那好不容易跟你认识的时候，好不容易他能够排除掉了，好不容易他也过了这个思绪混乱的那一关来跟你表白了，表示这个关系是新的，所以那些旧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抛弃掉，至少抛弃一段时间。等到时机成熟，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那这边。也比较有趣啦。你们两个认识之后，才会慢慢发现，其实你们有共同的老朋友、老同学或什么这样子。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会说朋友圈会有所重叠，会有个新的朋友圈，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其实会有3组朋友圈突然出现，也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圈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复杂。复杂不是往负面的方式复杂，而是说，现在你们两个要办的聚会，或是你们要去的聚会里面，他这3圈的朋友都会同时出现，老朋友、他的朋友、你的朋友这样。那他会组织成，他会因为有太多声音了，然后会让你们开始。有在想说谁的该去，谁的不要去，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要不要你去或者我去？变成是跟朋友的交流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了。那这个复杂度会慢慢的在你们在一起之后会浮现出来，而且是慢慢的浮现出来。那他有在说关键点是，你们好像因为发现你们两个有共同的老朋友，所以。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密了，好像觉得很久以前你们就有牵连在一起，只是彼此太远没有办法认识。你们心中会有这一种惜福的感觉，但也因为这样子，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你反而会慢慢趋向于去跟老朋友相处，所以才会说这个朋友圈突然变得很复杂，因为本来各自习惯自己的朋友圈，可是现在2个本来重叠了，又有旧的朋友。好像长久没联络的朋友就加入了。简单来说啦，就是如果你办了生日 party 的时候，会有蛮多本来没有关系的人会同时聚在一起啦。他这里，我觉得他这里挑三拣四的，好不容易才找出了一个你们关系上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变得比较麻烦啦，可能是因为你们2个不想应付这个状况，但是没办法，3圈的朋友出现了，这是。我看那么多牌来说，第一次有这么明显这个状况，所以把它讲出来。当然，我觉得这不常发生啦，只是在这一组来说，选的2号牌来说算是比较复杂的状况，但没有很难解决，因为它都在一些不难的位置，只是在提醒你说会有这个状况。好，那2号牌大致上是这样哈。总之，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对未来的想象跟选择上的不同的方向感啦，或者是多元的方向感，这样就够了。好，那很长，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嘿，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好，那这边怎么传了一些牌？今天的题目是那个谁已经为你着迷谁已经对你着迷？那我们一样这是今天的牌，我们会抽5张牌来看一下那个今天的最基本的内容
好，那我们就洗洗牌就开始了哦。好，来，好，看一下位置哈，基本上对一下位置，怕牌没有进到画面里哦。看一下哈，可以了，这样子，这是第2张，第3、第4、第5，好，就先这样，好，来看一下。圣杯骑士座开端的话，我这边的习惯就是我会直接把它想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但罗密欧啦，罗密欧的角度，也可以朱丽叶啦，就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的那一个恋情氛围啦，那个强悍度啦，那个强悍度，只是因为它圣杯骑士通常都是用男性角色，所以我就直接讲罗密欧啦，但是其他的话也会有啦，有一些比较所谓的彩虹社群的牌啊，有一些比较有议题性的牌的时候，它就不一定只会用男性角色哈，所以之后再慢慢跟着我就不太讲说罗密欧，就可能讲说罗密欧的故事这样子。好，那回来哈，也就是说这个着迷点啊，它有点激烈，我必须说有点激烈，有点一见钟情的概念哦。他遇到你的时候，那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向往了啦。哦，他已经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向往了。我不认为他只会偷偷的暗恋。他这个着迷程度在一开始就已经蛮奔放的，但他为什么都没有立刻表达，没有立刻前进？主要是因为他身边有些现实的状况，可能是他跟你的关系，产生了某种隔阂距离，但不到墙。那他也在说，你时常太靠近他的时候。他必须要收掉他对你的喜欢跟着迷的那个表现，眼神都要收掉，甚至避开，他不能让你发现。他不能让你发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要隐藏他对你的喜欢，而是你跟他的关系，他不能发现。你不能发现他，但是错位哈，就是不能让你发现啦。但你别担心，他不是你什么很亲近的人、很密的人，不是这个角色。他基本上算是跟你有工作状态有一些工作关系的人啦。因为前面是在这边啦，他讲说你们两个相处的基础是一些跟工作有关的啦。然后必须要非常 pure， 必须要非常干净，不能有太多的个人情绪那所有专注的都是应该是跟生活啊、钱啊、工作有关的东西，所以他跟你关系上就工作上的啦。那他应该是比你晚到公司的人，因为我看到你在那一个空间里面的持久性跟时间性稍微长，比较长。那他的能量状态是有一点四维啦，比较小一些，跟你比较起来，它是小一些啦所以他对你那个向往值非常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突如其来的出现，突如其来的对他来讲的遇见。所以有一个奔放的感觉有出现了，但是也没有到完全奔放，它还奔放起来之后，它有点慢慢的累积下去，这样。那他跟你遇见的时候，他都处在一种恋爱氛围啦，必须说，他逃避不了，他心底有一个恋爱的想象对你，而且他跟你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他很难专心与他没有一个恋爱的氛围里，在他的感受里，他就会有点怎么讲？有点僵硬住了，有点被人家打了一个麻醉剂或者冰冻了，他会突然就无法展现自己，他非常难，无法展现自己还是今天的3组牌都是你们不太能发现他啦，真的是因为他不是为了多些，主要是因为宝剑四在这边他他知道，他至少要维持住，不能让你发现他喜欢他的喜爱啦，他的那个。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会跟你告白呢？各方面的，我觉得目前4张牌来说，他随时都有机会跟你告白。可是他那个主动性跟推动他的那一个关键力量还没有出现。
目前这边没有还没出现，他只能说让他处在一个很强大的浪漫氛围里啦。很可惜的是，我觉得你感受不到，我觉得有点小浪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蛮浪漫的，他有一种决定浪漫主义的内在吼。好，我们来往下看啦哈。这一组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水能量的爆发哈，它有一种被强迫性的禁止的一种压抑情感，让我对这副牌蛮激动的，蛮兴奋的。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果然哈，他目前他没有办法跟你说，他真的是有一些连带关系哈。他如果他一想到要跟你告白的那一个片刻时刻，他就觉得那种沉重感非常强大哦，所以你们的关系上其实有一种制约，有一种不可动弹的这样。所以如果在这一个关系上还一直建立起来的话，我觉得他要跟你告白表白的几率比较低，我觉得不会很强，会很低。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蛮开心有这个人在附近的，因为感觉好像有人在偷偷的守护我的感觉哈，其实还蛮浪漫的。然后我自己虽然找不到这个人在谁在偷偷喜欢，但是还觉得好像一直处在一种被人喜爱的氛围里。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蛮舒适的，觉得也不算是什么偷窥狂，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很温柔的气息啦。哦，那只能说他必须一直承受了这个沉重感啦。当他觉得他的沉重感有点像是说他不能跟你说的沉重感，还有一种是他没办法跟你说的沉重感都有哈，所以才会一直常常说为什么他的心态上遇到你的时候，他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休息状态、休眠状态，因为他不能一直在激起他心里对你的那个喜欢，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会强迫自己进入那个状态，可是他又活在那一个跟你相处起来的一个浪漫的幻觉里哦，很有趣啦，他跟你相处的时候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再往下看哈。好，哎呦，怎么盖了？好，好，哎呀，困难重重哎。的点是，他要跟你表白，困难重重哎。他所向往要去的那个位置被挡住了哈，而且这个挡住他的还是他自己啦，那没办法。那他也找不到方法。其实他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他有很努力的想要找到一个可以突破的方法。他有点，他本来有在期待，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你说，让人表达，因为他觉得一切都很适合啊，一切都很契合啊，他觉得你不错啊，而且他也有自信，觉得自己好到够好，你会喜欢，你不会拒绝他。可是真的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个关系上的墙，没办法突破，现在没办法突破，已经双重了哈。他，其实这里有个小契机哦，就是说需要遇见另外一种，不是遇见另外一个人来帮你们哦。可能是你这里要突然有一个展现出一种更强大的魅力，或是更强大的生命力哈，在他眼前出现的时候，他就能突破了。他会突然发觉到你们两个的关系或什么，并不是困住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牢，或是他身上那一个困住他的枷锁，可能就开了。那会不会破坏你们的关系？不知道，但至少他往前的那一步，这样。哦，目前看起来你们的关系是可以突破的，并不是一些什么有害的啊、不伦的啊，或是太过亲近而没办法进，就是朋友关系已经建立的很亲近，他没办法再突破圈，不是这个关系，他真的是处于一种不，你们的关系如果变成恋人了或者表白了，可能会破坏这个场域大家的气氛，哦，会破坏这个场域的气氛，会有点尴尬，会不稳定了。哦，因为这一个稳定，你们两个在所有的场域的力量，其实我觉得蛮小的，然后再加上一些许圣杯国王的土能量，这两股土能量我都觉得不强到可以支撑他跟你告白之后的一些变化，不够，所以才会有一些强制性的稳定他自己做出来的。哦，所以我都觉得他那个原本你们产生那个基底薄弱联系的能力是脆弱的啦，他有意识到。所以我跟你说，有点残忍的关系是，如果这是一个工作关系的话，他必须要离开你们公司之后才能跟你告白之类的，要这样子，要有这种大转变。那我刚刚说的这个突然爆发出的新的生命力，影响他来跟你告白，这一个就是一种很强大的浪漫诱惑，他想要突破，看起来很像有一种影集式的那种恋爱电影期的那种
我们所期待的大突破哈，是我们人性中所期待的突破。可是以现实来说，不要发生比较安全，因为它有很多转机嘛。他要跟我刚刚讲的离开这个公司，离开跟你一起工作的环境哈，或者离开这一个工作群，变成比较朋友关系，或比较单纯说在告白，那个也可以。但是以现况来说，就可能难度是低一点啦。来，我们再往下看。一样，你看，都是一些困扰了，都是一些困扰，都是一些困扰哈。但基底不错，基底还是属于有在祝福支撑这份爱情浪漫，是不需要被销毁，或是必须要去排斥的。只是说方法上、行动上、未来上、现实上、务实上的行为上，是被建议先不要，还有很多困难，很难突破哈，可以先回避，现在时机不对，市场是有很多这个讯号的。那他这里希望他自己能够突然明白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困境是需要撑下去的还可以再等待一下，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上面，他需要整理一下啦，不要常常都是一直在这种要不要告白，然后困境里让自己觉得很难受，因为实际上是不太行哈。好，这边有点就是说，希望他用理智一点方式去面对他这个情绪了。那你的角度上哈，第一你不会发现他，第二，我只能说告诉你的希望就是说，现在在你的生活环境里、工作圈里的要跟你告白的人的几率蛮低的因为这个已经算更强了，但是还是因为有某些关系上不然没办法那我再往下看，因为我有一个讯号，我怕说他这个时间拖太久，或是他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虽然已经变回朋友可以告白的机会，可是好像时空上跟地点上就拉远了，就会有点，其实在可行上是有点变得小增加一些难度那这边才会说有一些契机是他现在这个环境跟你告白的成功率最高，然后机会也比较好，只是这是一种直觉上的啦，但是现实物质上的话好像不太被认同，好像也不太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会影响到其他人，跟影响到你们现在需要保存的某种关系，这样。好，来看哈。他这边有说，他其实如果只要在等待继续等待，因为他好像有路让你们两个突破。除了这个我自己想办法挖出来的那个新的诱因、新的生命力的变化，造成一种变数之外，应该说给他一种全新能量之外，他还有一个是有些答案会出现，其实这个答案出现有点像是说，它可能会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做一些新的变化，会产生一个新的柔软度。那这个答案跟这个真相还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到，因为它现在还在行走中。整个能量的流动啊，或者在分析啊，在组合组成前，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用白话一点讲，组成前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之外的其他人做的事情，正在影响你们两个后来的关系，就这样。就是这些事情还在做，还没有进行完，那边的故事，其他故事还没有形成完。所以只能说继续等待，大家在同一条船上，还现在往同一个方向走。但跟你们相遇有关的人等都在同一条船上，只是那船还没到岸，大家还没办法发挥，还没办法把自己的故事演完。所以他要跟你告白的这一个相遇的状况，还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才会着岸啦，没有要等一点时间哈。来，这组讲的蛮快的哈，讲到这边已经讲到这里了。那这个我觉得他就比较像是告诉你啦，比较像是跟你说，已经不太跟他说了，因为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哈。他说你现在处在一种应该蛮多人喜欢你的状态哈，不一定你会有感觉到，但是你现在的表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在背后蛮多人赞赏的，蛮多人支持的，所以现在是你的比较有光的时刻哈。那有个小提醒。就是可能要再更谦虚收敛一点这个锋芒哈，因为已经有点过了，然后他这个赞赏可能会引来其他的抱怨，所以这个时候有点小小的智慧上的提醒，你需要你注意一下。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个提醒呢，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哦？我
我觉得可能有关系耶，关系到我刚刚说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其他人的故事正在发展，会发展到你们两个人关系改变之后，他有机会跟你告白嘛？那你现在的状况哈，也属于是另外一条故事线。因为你也是别人的故事线嘛，所以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别人。他的意思是说，他这边叫你这样收敛，他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了，可以了，你现在你表现够好了，应该要分享一些荣耀或是一些机会给旁边的人。你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灯光了，表现也不错，那可能要分给别人了，不要独享之类的哈。那可能因为这个建议可能会促使你旁边的工作线啊，不是工作线，故事线啊，其他人的发展的状况会好一点，然后就会趋向于可能你们在工作上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改变，有可能是职位的改变啦、或是之间发生了一些可以比较接近的状况，比较亲密的状况啊，或是旁边的人也慢慢发现，其实你们两个蛮好的。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再来你刚刚告白了，就变成是在一起的状况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这种状况哈。但是他可能有在讲说，旁边的人似乎现在的能量还没有办法立刻接受这一种有恋情在附近，或者有恋情在工作环境的一种气氛啦。但是没有说都在排斥，这边只说能量还没有完成，会在比较好的时候，对方我觉得他会收到某一个可以告白的讯息。如果要还在维持这个关系里的契机的话，应该是有，但是其实没有很近了，没有很近，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办法，因为他整个牌面告诉你说，这个能量已经做到最好的善意的，就是告诉你说他会跟你告白的方向走了，已经会有啦，这次就是要等啦。最好的善意他已经没有说不会在一起，然后会离开啦，有人会离开公司啊，或工作环境什么的，这些不是那里走。他的意思说在这里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在路上再等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的连接。这注真的讲的有点太快。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因为别的工作关系，好像已经喝到第3杯咖啡了，所以整个节奏快到不行。然后再好，现在看的是说你们两个关系连结的指标那些的哈。如果你常听，你就应该知道后面我在讲的连结是什么。然后这边先省略一下，因为我要感觉一下，因为这边好像有一些牌的冲突性有出现。其实这2张牌讲的东西前面有讲，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就这个圣杯骑士出现的时候，看到人说他就知道他对你的感受很深，而且他深深的被你吸引住，所以你的作为各方面也在深深的影响他的反应，跟他影响他在你面前的表现。他没有办法那么做自己啦，他没办法施展他平常私底下或跟他朋友在一起的自己，所以这件事让他有点困扰。其实他也因为这样子，在很多时候他也故意回避你，不跟你正面交谈。在比较外圈，在比较旁边的位置，今天3组牌都有这个类似的状况。然后不是观察你，他其实他的概念跟其他不一样。有些人是观察你偷看他，这个比较概念是说他已经看够了，他在回避你，他怕你看到他，看到他的不自在，看到他的不自然这些的。他在你的视线里，他把自己打得很淡，弄得很平凡，不凸显。可是他对你的那种悸动，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那然后这边有开始有，如果他跟你告白之后的状况了哈。他就算跟你告白之后，他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比较不那么的紧绷，因为他已经被你跟他的关系的这个紧绷的压力制约了蛮久时间的。就算他跟你告白之后，那跟你告白那一个事情，只是他终于挤出了最好的能量跟你告白，可是他还是会恢复到一种自我束缚捆绑的状态。他真的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变得比较自在在你身边。但不是说你带给他的不自在或是什么负能量那些的，不是啦，而是他自己已经习惯性
回避你，然后他转变成跟你在一起或是交往的时候，他必须要把它转变成一种那种谨慎，要转变成一种表现自己的，因为他已经曝光了嘛，所以他变成说他在你面前表现的时候，他要表现的也算是谨慎，然后表现得更仔细，要表现得更精致。其实这些东西都捆绑住他了啦。他其实只要放开来，你会更喜欢，但是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如果后来真的有一个人跟你告白，你跟他讲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确实在你身边施展不开来，你可能要去想的是说，这正映射的是这个人对你有多喜欢，他连自己都很难控制了哈，很难施展开来，有点像是你是他的罩门啦。但这个状况也许只会在前头，不会太久，它会慢慢的有很好的往发展啦。那其实他这个慢慢发展变好的状况，其实他的朋友有帮助蛮大的力量，就是后面，因为你们已经开始交往了，关系比较近了，未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会开始跟他会去问他的朋友，他说他有点没办法施展什么的，那他的朋友可能会告诉他很多诀窍、很多小方法，然后他有后面也会有蛮多的赞赏跟认同，让他有比较有自信，可以跟你在一起放的比较自然。那因为这样子来来往往的话，前面一开始你们相处的时候，其实是要花一些时间，它才会变得那么自然啦。好，那至于你的部分的话，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讯号，好像你还是拥有了很多主导权跟控制权，也是都，你这边真的还没那么多讯号，我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不敏感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点需要提醒。但是以对方的角度来说，对方是有一点点难处的哦，有点为难的，有点难，因为你可能毕竟是让这个看起来是你的罩门，就像我刚刚讲，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喜欢，可是因为关系上没办法，他要控制成没办法让你发现，其实对他来讲是很挣扎的一个连续碰碰撞撞的状态哦。所以即使回到交往状态，他就很难适应啊，他很难再适应成一种很单纯的情况哈。那大概是这样。来，我们还有时间，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位置哈。好，看一下还有什么讯号哈。10号，两个点哈。我们前面说他要适应，然后他要慢慢的跟他比较自然之间，这个时间真的蛮长的。可是每一点时间的改变都很重要，因为他有点像是在慢慢的把他身上的枷锁一件一件拿下来。好，他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丢掉了。他那个枷锁是因为他前面真的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很多对你的一种隐藏啦，后来成为他的枷锁，他有点很难适应转换过来。那这牌在告诉人说，那个难适应的状况比我们刚刚前面想象的再更重更大，所以他需要花的时间会比你想的更久一点，他才会慢慢的展现出他最真实的个性哈。然后同时，它也会慢慢展现出你需要的那种情感状态，而且是非常浓烈的、浪漫的。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知道，他这个内在有一个很强的水能量，他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那如果你有等待，你有让他慢慢的褪去那个枷锁，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绝对浪漫的人。他除了这个牌之外，他还有圣杯皇后。可是他这个能量是因为他在底下要慢慢的浮出来，浮出他真正那个浪漫的一面。那他前面因为跟你的关系维持观，他有一点太过度谨慎了，所以他很难在快速之间回过神来。但是当他回过神来，他真正内在的那个浪漫出现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原来他很多行为跟他很多甜蜜的事情，都是我本来很期待的，结果竟然很意外的在这个人身上发生。恋爱初期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不会有那么接近你所想的方式，可是慢慢的，你就发现说他真的很接近你心底所期盼要在一起的那个人。只是他这个变化在整个牌面上是有很多顺序啦，然后也有很长时间，好，但是值得期待跟等待就是了哈。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好，大致上就这些。好，再讲下去就会讲偏了。总之，如果有一些内容能够让你有一些对未来的想象的方向有比较多元，那就 OK 了哈。那么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